从2022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所有 CBA 准装进口的 BEV 电动车将会豁免进口税和路税。在这个政策的刺激下，各大车厂卯足全力，有多少电动车就 launch 多少辆电动车。那 BMW Malaysia 可以说是最积极的，因为我们算电动车款，它旗下一共有超过10款。我们讲从这个 i7、iX、iX3、iX1、i4 到 Mini Electric。收在我身旁的这个就是基于第3代 BMW X1 的电动版，就是 BMW iX1， 售价从285,800块起，直接对手 Mercedes EQA 250和 Volvo XC40 Recharge， 它们的售价都在270,000到300,000左右，续航里程也都在400公里到440公里左右。当然，它还有另外一个对手是奥迪 Q4 e-tron， 目前还没有来到马来西亚。那我在2022年7月上传过一支 BMW iX1 的德国试驾影片，那一支影片到目前已经累积了超过20.200万的 view， 而其中有大概超过40% 的观众是来自台湾加上香港，所以非常感谢大家支持那一支德国试驾影片。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就是 Malaysia version 马来西亚右舵版本的这个 BMW iX1。所以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ike、Facebook page。Let's go。第3代 BMW X1 看起来比第2代 BMW X1 更加宽、更加阔、更加大气。它不再有那一种最便宜 BMW SUV 的感觉，这我相信也是很多 BMW X1 车主最在意的，就是它不要给人家一种自己是小型 X3、小型 X5 的感觉，没有。X1 就是 X1，iX1 就是 iX1。那正好我也开过它的同级对手 EQA 和 XC40 Recharge， 所以我觉得 BMW 跟他们最大的不同是 BMW 征询了电动车车主的意见，大部分人都觉得电动车不需要跟燃油车长得不一样，所以我现在不告诉你这是一辆纯电动版本的 X1 的话，你根本不知道。除了 BMW 的 logo 有蓝色的边框，但是如果是 PHEV 的 BMW 也是会有蓝色的边框，虽然它这边是封闭式的，不过就跟燃油车没有分别这样子。但是其实封闭比较好啦，因为车子不需要进气，然后又可以改善这个风阻的系数等等。所以我个人觉得啦，如果你要拿 EQA 跟 XC40 Recharge 跟 iX1 来讲，我会比较喜欢 iX1 的造型，更何况现在马来西亚是还没有燃油版本的 X1。所以这个车子它的意义又更加的鲜明，这样子了啦。那设备的话，这个 Malaysia version 的 iX1 X-Drive 30， 它是用 M Sport 套装，然后下面有这个 Air Curtain， 空气可以透过这边去到车轮的地方。然后这边用的是 Adaptive LED 大灯，因为电动车免税，所以有什么 spec 就给你什么 spec， 它是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with Stop and Go 的。第3代 BMW X1 同样是基于 UKL2 平台打造，这是一个 ICE MHEV、PHEV 和 BEV 共用的平台。Mini Countryman 也是基于这个平台而打造的，它的轴距是2692mm， 比 EQA 和 XC40 Recharge 还要来得短，但是它的行李箱空间比 XC40 和 EQA 还要来得大。那在燃油车那边，它是一个前驱平台，那电动车的话，其实它的后面地板底部几乎是平整了的啦，所以这个 UKL2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相当高度融合了电动车格局的一个平台。尺寸方面，前后是24545R19， 标配 Adaptive M Suspension， 它比传统的悬挂降低了15个 mm， 但是你不能够去系统里面调整悬挂要 Sport 还是要 Comfort， 它会根据你的这个设定驾驶模式去调整。所以顾名思义，它叫 Adaptive M Suspension。那作为一个 M Sport 车型，这边有 M 的 logo， 然后轮圈也是有这个 M 型的轮圈这样子。充电时间方面呢，如果是用11 kW AC 慢充，6.5个小时可以充到100%。那大部分用电动车的人都是以 AC 慢充为主。6.5个小时，你在睡觉的时间，你在上班的时间，你在中午打瞌睡的时间，可以让车子去增加它的电量，也不会这么伤电池。但如果你在高速公路大道旁，你在商场，你需要应急，它支援130 kW 的 DC 快充 ，EQA 是100 kW DC，XC40 Recharge 是150 kW DC， 所以130 kW 算是中规中矩啦。
你在29分钟里面就可以充到80%。它的续航里程大概是400多啦，可是马来西亚你开完 Aircon 大概370、380这样子，就是跟它的对手都差不多。从第3代 X1 开始 ，BMW 调整了新车款发布的顺序，首先是 BEV、PHEV、MHEV， 最后才是 ICE。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首发的就是 iX1， 然后首发的7 Series 是 i7。首发的5 Series 是 i5， 因为欧盟已经拍板在2035年全面禁止销售燃油车，他们必须从现在就开始为将来布局。那以马来西亚市场来讲的话，因为在2025年12月31号之前，电动车是免税，所以 BMW 马来西亚必须用最快时间，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先把 iX1 引进到马来西亚。那关于汽油版的这个 X1 呢？因为要进行 CKD 的本地组装程序等等，所以不是会不会来，是肯定会来。不过我们先卖 iX1， 先给大家尝鲜，知道第3代 X1 的威力。除了 X1， 其他全部新的车款都会先这样子做。那外观造型的话，通常 M Sport 都会用很多的 High Gloss Black 高光泽黑，但是因为车子已经是黑色了，所以你就根本看不出来哪一些地方是 M Sport 的 kit。Rear bumper 这边有这个鲨鱼片，这样子有2片，感觉上它有 exhaust pipe， 不过它是一个电动车啦。然后 BMW logo 同样有蓝色的边框，这边有 iX1 的名牌，还有 xDrive 30。那电动车你看到 xDrive 就代表它是有2个马达，前面一个马达，后面一个马达，形成一个 All-Wheel Drive 电动的4轮驱动。当然高配版的车款 Power Tailgate 是少不了的。所以它的行李箱空间的话，我放入一个都乐的28寸的 luggage 33 liter。你打横打直来放都没有问题，而且你掀开这个地板底部，它是还有储物空间，可以给你放 charging cable 等等的。所以它的这个大小啊是480 liter， 它只是比汽油版的 X1 少了50公升。即便是这样子，它也比 EQA 和 XC40 还要来得大。我的身高是178 cm， 不是平躺，躺下来的话，这边有超过1个拳头的空间，我自己是相当满意的。所以椅背的倾斜程度你是可以去手动调整的，你可以调整1个 stage、2个 stage、3个 stage， 就看你的行李箱空间够不够。如果真的不够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子。但是它就不像我之前在德国试驾的汽油版 X1 这样子，它的椅子是可以 slide 前 slide 后。iX1 电动版的 X1 是没有这个function的啦，把椅子可以这样子，我觉得也是不错了的啦。然后这边有一个 armrest， 2个杯架，中间这边有2个冷气出风口，2个 USB Type-C 的接口。然后最喜欢的就是它中间的地板呢，只有凸起来一点点罢了，还有一点接近 BMW iX 这样子了啦。那质感的话，因为这个 Harman Kardon 的 Stainless Steel 音响盖为它加分不少，然后整体的整个门把用的这种 chrome 的材质都让你有 iX 的感觉，所以就是一个非常 premium 的 feel。而且它的 headline 呢，车顶这边是深色，是黑色的，所以整辆车子的高级感是有在那边的。它绝对比 Volvo 看起来高级啦。那 EQA 跟它差不多，可是就设计来讲，它的棱角、它的 design language 是比较 updated 的，所以空间完全是不用去怀疑它。我看过各式各样的 BMW， 有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这个 iX1 第3代 BMW X1 的中控台设计是我看的最顺眼的，我觉得它是最顺眼的。我知道顺眼这个形容词有一点抽象，有一点没有逻辑，可是它就是对 ，everything just right， 所有东西的 portion 不会太大，不会太小，不会不实用，没有 haptic touch， 全部是实体的按钮。然后这个 curve display 它虽然不像 iX、G20 facelift 或者是4 Series 这样大片，可是我觉得它的整个 portion 整个比例刚刚好，我觉得那个有一点太粗鲁了。但美中不足的就是呢 ，BMW 为这种前驱平台的小车这边呢，就取消掉那个 rotary drive， 就是 BMW 经典的旋钮。但是虽然中间没有那个旋钮，它同样保留了一点 shortcut key， 像 My Mode、你的 Volume Button、Start Stop Button 等等。然后
这个荧幕下面这边呢的冷气 button 只有2个，一个是 Max 跟 Rear， 没有，所以你必须要透过 Climate Menu 里面去调整你的冷气。但是因为它的温度这边是 fixed 的，不管你在什么界面，你要看温度是可以直接调的，所以这个也就是尽量的去让它比较 user friendly 这样子。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呢，这个 BMW iX1 它用的是 iDrive 8.0 的作业系统，然后第3代 X1 也将会是第一款从 iDrive 8.0 升级到 iDrive 9.0 的 BMW 车款。那新的7 Series、5 Series 都会停留在 8.0 到 8.5 罢了。那这个 iDrive 9.0 呢，就是基于 Android Automotive OS AAOS 作业系统，其实就跟 Volvo 的 XC40 很像。所以到时候整个东西都是会基于 Android 打造，投影 Google Map 等等，但现在也是可以，只是如果你用 Apple 手机，你中间就只可以投影 Apple Map， 你用 Android 手机中间这边就可以投影你的 Google Map， 所以 Google Map 要放在这边也可以，放在这边也可以，双管齐下也可以，这个就是它厉害的地方。然后这个高配版的 X1 呢iX1 它有12个 speaker 的 Harman Kardon 音响，我这个方向盘就跟 iX 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新款的 BMW 这边多了一个 Boost Pedal。Pedal Shift 是2边的嘛，但是它只有一边而已，就是一个 BOSD， 顾名思义就是可以让你瞬间增加马力，瞬间增加动力，去增加它的0到100，可以给你个车，可以给你什么啦。然后现在 BMW 就走的是 My Mode 嘛，所以这边有 Personal、Sport 跟 Efficient 第一面。第二面的话就有 Efficient、Expressive 跟 Digital Art， 然后每一个模式它都会改变它的 background， 还有它的 Iconic Sounds Electric， 这个是由大名鼎鼎的 Hans Zimmer 所谱出来的曲，所做出来的这个 background music。那我试驾了很多电动车，我真的凭良心讲 ，BMW 的 Iconic Sounds Electric 是最好听的，它不会有些音乐很粗糙，有些音乐太 straightforward 了，它整个就是好像你看 IMAX 3D 电影那一种气场磅礴的那种感觉，整个很大气。因为我之前在德国驾 iX1 的时候是左驾版本的，那我们马来西亚人的眼睛我们看东西还是比较偏向于看右驾版本的，所以有时候我很难去评价左驾车子到底是好看不好看，所以这个对我来讲 everything just good。就如果你问我要买 BMW， 我们说撇开动力、撇开外观、撇开人家因为你买 BMW 看得起你这种虚荣心来讲，我觉得你买 BMW 你买的就是它的 ecosystem， 你买的就是它的 infotainment system 作业系统。真的，我还不要讲到操控，就这个东西就能够值回这张票。这个 iX1 xDrive 30有313个 PS 跟494个 Nm，虽然没有办法跟 XC40 的那个408 PS 640 Nm 比，但是它比 EQA 250快很多很多。然后它的动力是因为它有2个马达嘛，所以是313 PS 除2 494 PS 除2，所以它会根据什么样的模式去要不要让它全部动力都使出来。所以电动车就是有这个好处，它能够非常精细、非常精准的去根据你要处于什么模式，它就给你什么样的动力，它也可以给你这个 boost 的模式。所以我们现在这个 My Mode 的 Personal， 我们去到 Sport Mode。OK， 所以当你去到 Sport 模式下呢，它就会加大它的功率输出。与此同时，它的 Iconic Sounds Electric 也会有所不同。你只要轻轻的点，你就会听到宇宙飞船起航的声音，所以这个声音会根据不同的模式变化。像我们现在去到 Digital Art， 就给你这个 Quantum Garden 量子领域的声音。You ready？ 一种探索宇宙奥妙、无穷无尽、深不见底、相当饱满的一种声音。猜。Oh my god！ 你真的不好意思这样踩那个 G-Force， 好像坐 roller coaster， 好像坐云霄飞车这种感觉。当然，它还有这个 Expressive Mode。你看，你在减速的时候 brake， 有人在拉小提琴，有人在拉大提琴，有人在弹钢琴，这样子你很和谐、很祥和、很宁静、很平静、很 peaceful 的这种。哦，你看 corner
有点像人家在换你那种感觉。如果你要调整驾驶模式的话，你只可以在 Sport 里面，但是调的东西不多啦。Drivetrain 有 Sport Comfort，Driving Dynamic 就是它的 ESC 模式，有 Sport Plus 跟 DSC Off。可是 iX1 不是 M2 嘛，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倒还好啦。So Steering 你可以调整 Comfort， 调整 Sport。我觉得开电动车你根本这个动力数字只是供你参考而已。即便我开到动力很小的 Mini Electric 或者 Mazda MX-30， 它的加速表现都已经超过很多燃油车了，它整个 logic 是完全不同的操作原理。所以以前我们买 BMW， 以前我们买车子，你买到更大的 CC， 你就有更大的动力。那为什么你需要这么多动力？你买 320i 跟你买 330i 有什么分别？你买 520i 跟你买 540i 有什么分别？你无非要的就是更多的马力。但马力这个东西也很抽象，有多少个人知道200匹代表什么，300匹代表什么，400匹代表什么，500匹又代表什么？更多时候我们用来衡量车子有没有力势、起步、红绿灯，你要摆脱那些很烦人的东西，或者你要超车，你在 highway 上面你要割车的时候，如果你加更贵的车，你就能够更快的割到你想要割的车。可是电动车你不用买到很贵的，真的，200千、20万上下的电动车，你只要轻轻一点，它就会视地心引力为无物，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随心所欲。当然，因为电动车的这个动力实在是无穷无尽，它太暴力了，所以你必须要19寸的轮胎，很好的底盘，很好的转向，很好的车身动态表现去 hold 住它，不然你就会 torque steer， 你就会俩波球。我没有开过不好开的 BMW，to be honest， 因为是 218i 1.5 L 3气缸，它都是一个很好开的 BMW。电动车的分配比例有一点难抓，因为它的电池全部是平铺在车子的底部，所以你在驾起来的时候 ，I mean 当然是3 Series 后轮驱动50-50比例分配会好驾，但即便是这个样子，2085公斤的 iX1。BMW 都尽量在这个大前提下，给到你很好的操控表现。OK， 小 corner， 呼呼 man， 呼呼 ，OK， 我们去 boost 19，减速。一种会让你精神抖擞的加速动力，过弯，哇，很稳很稳，稳到那一种，我不觉得它是285千800块的 BMW， 这是300-400千 level 的 BMW 来的，因为 tax free， 320i 卖283千，它卖285千，可是这个动力，你只要眼睛瞄到哪一辆车，你的脚板1、2、3，它就在你旁边了，它就在你后面了 ，right？ 但它的 top speed 只可以去到180 km/h， 这是大部分电动车一个先天性的局限，它的 limitation， 因为它只有 one speed。电动车走长途对续航里程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伤害，所以 highway 你不要跑太快，因为它跟燃油车不一样，燃油车你走 highway 你的 gear 更低，你就更省油。可是电动车长途行驶，它一直处于一个高温的工作状态，电池你的里程就会跌到很快这样子啦，所以不建议你去跑到很快还是这样子啦。这是史上最好驾的 BMW X1 吗？ confirm 是啦，除非我开了X1 M35i 我才有可能洗脱啦，可是我不觉得那个会好驾过它啦，因为电动车我还是喜欢这个 Expressive Mode 啦，你看那个声音。Brake， 踩，哇！你头脑里面
面天马行空，有很多想象的画面，很有创意的画面都浮现出来。我试了很多品牌的电动车，坦白讲，可是我觉得 BMW 它虽然目前为止它没有电动平台，纯电动平台，可是它的整个 user interface、它的 infotainment system、它的 OS 系统来讲，相当的人性化，相当的符合人体工学。它的整个操控表现，还有它的 recuperation 也是电动车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这个 Iconic Sound Electric 是可以关掉的哈，如果你嫌它太吵、太假、太烦人，你就在这个 button 这边按一下，可以。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我们车子没有 Iconic Sound， 轻轻的。风声、轮胎声、路噪声，仅此而已。所以你能够在它的 drivetrain 这边呢，去调整它的 energy recovery， 那我们简称叫 regen 啦。所以以后我讲电动车，只要我讲 regen， 它就是 energy recovery 能量回收系统。这个东西是跟传统燃油车有着天壤之别，完全不同的 logic。所以你可以选择高强度的 energy recovery。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好像逆流而上，当你在逆流的时候，你不进则退，你只要松开你的油门踏板，车子就会在 brake， 你点它就有。但是它不像别的 brand 这样子可以让你整台车子停下来，它只可以很强，不过它强到不至于让你停下来。所以当你去到 low 的时候，整个就是很轻松，你就是几乎是顺流了。所以当你顺流的话，你只要轻轻油一下，你就会顺势而上。以前我们讲到这种 iX1 前驱平台，它会受限于它的底盘嘛，因为它不是像3 Series、5 Series、7 Series 这种后驱平台。可是来到电动车，我不管你前驱平台、后驱平台，你的电池都是放在车子底部的，所以那个 weight distribution 加起来，它的那个差异性没有这么大了。就是它电动车 BEV 它磨平了很多燃油车之间的差异。但是它也磨出了很多的个性化，所以你不再有 BMW 6气缸的声音、4气缸的声音、3气缸的声音、3气缸的顿挫感，它没有掉这些东西，它将所有东西都磨平掉，让大家回到一个最干净、最原始的起跑点，就是直线加速。你玩的就是直线加速、声音、动态表现等等，还有 suspension 很重要啦。但因为这个是 adaptive and suspension， 所以我觉得加起来。动态感是有在那边的啦。那我们说高速长途行驶的表现，以 LDB 来讲，它是跳到没有朋友那种。你看，这个路不是开玩笑的颠簸啦。然后你19寸的轮胎啊，加上这么重的电池，你知道吗？2085公斤，所以你只要稍微有一点波浪，它就会一直这样子，一直这样子，一直这样子，一直这样子。它是非常典型的 BMW X1， 非常典型的 Mini Countryman 的这种感觉。我相信 Countryman 还会再更加的跳，为了去counter掉，为了去抵消掉这个东西。你注意看这个椅子呢，做了很大的改变，因为 BMW 加宽加厚了这个椅子，然后它的整个支撑性包覆感，让到你在应付这种东西的时候，就解了你屁股不会痛，所以它能够去，就这个椅子它能够去帮助你去吸收路面，透过椅背传到你脊椎骨的这个感觉了。如果你真的要讲好价的电动车，肯定是 Mini Electric 好价很多很多很多。可是 Mini Electric， 你看200千，这280千，那个价钱差那一点点，那个 spec 差了108000里。其实你跑到高速的时候啊，这个 Iconic Sound 反而不明显啊，因为你有风声跟轮胎噪音去掩盖掉它了。你只有在起步加速、静止加速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很强的这个声音 ，expressive。我的表情都会跟着变化。子弹火车就是这种感觉。这个瞬间扭力啊，你真的要开过 EV， 真的要开过 Electric Car， 你才明白我在讲什么。我跟左边的这台车子可能是平行。我跟它平行踩，看这台车子，
菜。又到了我们做结论的时候，我觉得 iX1 最大的缺点是它长得不像一台电动车，那它最大的优点也是它长得不像是一台电动车，这是一个双面刃，视乎你怎么样去看它。因为有的人觉得我驾电动车，我就是要公告天下，我驾一辆 Tesla， 我驾一辆 BYD， 我驾一辆 Smart， 这是一个纯电动车，不要怀疑。但是又有一些人觉得我就是驾一台车子，为什么驾汽油车跟驾燃油车？I mean， 驾电动车跟驾燃油车必须要有两个壁垒分明，分到这么清楚。不需要，我同样是驾一辆 BMW， 你不要管我到底是4气缸、6气缸、8气缸，还是没有气缸、0气缸，我只要我驾的是一辆 BMW 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人会问啊，为什么买电动车啦？油价这么便宜啦，blah blah blah，这个问题不是这个，问题是它的每一年路税2830块，到2025年之前你不用给，而且政府也在去调整电动车的路税，而且政府已经讲它一定会比燃油车还要来得便宜啦，是这样讲啦。那这辆车子因为它是免税，没有 import duty， 没有 excise duty， 它卖285,800块起。285,000，如果这个车子是要被抽重税，就好像 4 Series 这样子来抽的话，它是一个470,000到480,000的车。那285,800块你可以买什么？你知道现在320i 卖多少钱了吗？ 320i 卖283,800块。只是比它便宜2000块。那320i 的动力、它的 spec、它的整个东西来讲，能够跟它比吗？我知道那个是后轮驱动啦，很好加啦。可是我们就讲 spec， 就讲 package 来讲 ，iX1 绝对是划算到不能够再划算，它还比 EQA 250便宜，你知道吗？超夸张的！你看了它的动力数据、设备，真的是很奇怪，为什么它可以卖到比 EQA 便宜？我不明白。但是它便宜呢，还是比 EQA 贵？那 XC40 的话就有点特别，因为他们走的路线有一点不太一样啦。那我们要看到奥迪有没有办法在2025年之前拿 Q4 e-tron 进来，不然我觉得这个市场来讲 ，iX1 是非常的吃香。我对它几乎是没有东西好挑剔啦，价钱也算是非常的公道，非常的合理。所以欢迎留言告诉我你对第3代 X1 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只要你要问啊，我要买 X1 汽油版的，几时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OK。但是我相信在不久之后啦。So， 喜欢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然后来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 2, 1，cut。